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，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摆渡。年轻气盛时，我们总希望这一生过得轰轰烈烈，有钱有权有事业。可是后来才发现，生活中除了一地鸡毛之外，根本没有什么诗和远方。于是我们都在感慨，为什么我们懂得那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？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总是可以顺风顺水，走上人生巅峰，而我们却一路坎坷，受困于柴米油盐、鸡毛蒜皮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毁掉这一切的根本就是我们自己。余秋雨说过，人生的道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，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。那么反过来，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，自己的选择。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如果你的生活现在一团糟，不妨问问自己，是不是做了这8件事而糟蹋了自己。1. 伤害自己的身体。人人都知道健康最重要，但奇怪的是，人人都不重视身体健康。我们都知道熬夜不好，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熬夜。我们都知道喝酒伤肝，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喝醉。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年轻，这点伤害不算什么。殊不知，你对身体的每一点伤害，最终都反噬到自己身上。要知道，人世间有许多事情都难以挽回，生命更是不能。春雨一生创始人张瑞，2016年因心梗猝死，去世时年仅44岁。网易 CEO 森德利，2005年英年早逝，去世时只有38岁。有太多的人因为身体的透支而早早离世，对家庭和社会无疑都是沉重的消息。因此，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上。曾看到这样一句话：世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但终归结底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。人生不是一场比拼速度的短跑，而是考验耐力的马拉松。不看谁走得最快，笑到最后才是赢家。千万别等躺在病床上不能跑不能跳的时候才悔不当初。2. 习惯性拖延。有句话说，拖延等于死亡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拖延症会极大地降低人做事的效率，消耗人的热情，使生活一直处于失控的状态中，最后过得一团糟。明明知道该锻炼身体，却从不行动，任由身体变胖3指升高。明明知道熬夜伤身，却每晚抱着手机刷到深夜，第二天萎靡不振。明明知道该积极上进，却依然每天重复着过往的生活，任由自己把一生活成了一天。多少勇士没倒在艰巨的任务前，却败在了拖延这件事情上。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，一只青蛙在路边晒太阳，田里的青蛙对它说：快到田里来吧，路上车来车往多危险啊。路边的青蛙晒得正舒服，便说：急什么，过一会儿回去也不迟。到了晚上，这只青蛙还没有回来，田里的青蛙跑到路边一看，才发现它不知什么时候被车压死了。总以为拖一小会儿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不知道生命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消耗光的。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慢性自杀，唯有抓住时间的人才能看到明天的希望。3. 过于自我否定。人人都渴望成功，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在还没有开始努力的时候，就选择了质疑自己，否定自己。富兰克林说过，一个人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对自己的能力缺乏充分的信息，甚至以为自己必将失败无疑。过于自我批评只会逐渐迷失自己，长期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中无法自拔。适度的自省可以使人保持清醒，不被骄傲蒙蔽双眼，但过度的自我批评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容易变得自卑敏感，这样的人生注定不会成功。4. 喜欢和别人比较。要知道，疲惫的人生累在心，一半原因是生存，一半来自于攀比。就像刚刚过去的情人节，有些人甜甜蜜蜜，有些人却因此而分了手。一对情侣选择出去吃一顿大餐，来纪念这个甜蜜的日子。本来一天什么都开心，结果晚上回到家，女孩刷朋友圈才发现身边的朋友都比自己过得好，什么999朵红玫瑰、名牌包包、浪漫烛光晚餐等等。越往下刷，就越觉得委屈和愤怒，一直抱怨男朋友不够浪漫，不够爱自己。最后2人大吵了一架，以分手结束。柴静说过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，而是用来完成的。人之所以痛苦、愤怒、烦恼、忧愁，都是源自于无止的欲念、无尽的攀比、无休的斗争。要知道，山外有山，如果事事都攀比，那必将事事不如意。一味的比较，即使当下你赢了别人，必有别人能赢你。只有赢了自己，才是最终的胜利。5. 缺乏目标。没有目标的人生究竟有多可怕？网上有这样一段话：有目标的人在奔跑，没目标的人在流浪，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；有目标的人在感恩，没目标的人在抱怨，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；有目标的人睡不着，没目标的人睡不醒，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。深以为然，
目标就像是人生的指示灯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目标，那他的人生就像失去了方向的轮船，只能漫无目的的在海上漂泊。哈佛商学院曾经做过一次调查，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、学历、环境等条件差不多的年轻人。这些人中有27%的人没有目标，60%的人目标模糊，10%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，3%的人有清晰且长远的目标。经过25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，那些有着清晰目标的人群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界的顶尖成功人士，而那些目标模糊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目标，只能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。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讲，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到哪儿去，通常你哪儿也去不了。6. 控制不住情绪，能控制住情绪的人才能控制住自己的人生。著名的菲斯汀格法则认为，生活中10%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组成，而另外的90%则是由你对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心是乱的，那么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乱的。很多时候坏情绪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任由它将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只有学会做情绪的主人，才会让心情影响生活的质量，从而过上想要的生活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正如《别让情绪失控害了你》一书中写道，控制情绪才能控制住局面，所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。7. 长时间不学习，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，很大程度上在于能自觉地学习获取新技能。莎士比亚曾说过，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生活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星河的视频里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很多名人读书学习的习惯，比如巴菲特每天阅读500页，孙正义2年阅读完4000本书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，所看的每一本书，最终都会照亮我们未来的路。蔡康永说过，15岁觉得游泳难，放弃游泳；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，你只好说我不会。18岁觉得英文难，放弃英文；28岁出现了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，你只好说我不会。人生前期越嫌麻烦，越懒得学，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，错过新风景。8. 无法跳出舒适区。星河是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，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大神跟我说，如果你觉得运营遇到了瓶颈，那就想一下哪些工作是你最不愿意做的，去做这些事会让你的能力更进一步。听完后醍醐灌顶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我们总习惯于停留在舒适区，只做自己喜欢做善于做的事情，我们的知识储备就变得越来越局限。如果行业不断的变化，而恰巧我们没有及时吸收信息及优化，原来的优势就会很快变成劣势，原来不如自己的人很快就能超越自己。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，从内部打破是生命。成长往往是不断的推翻自己，重建自己的过程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什么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中放纵自己。你认为的只是让自己生活更舒适的一点，殊不知正是这一次次的小放纵，才是杀死你自己的最大凶手。你的人生是怎样的，完全取决于你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你的人生。这8个习惯，不知朋友们占了几条？如果是一半以上，是比较危险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星河也占了其中几条，正在不断的改进并初有成效。最后再说一句文绉绉的话，这世界万般滋味皆是生活，愿你我认真负责，并乐此不疲地生活下去。